俄罗斯的武器未来还能不能保住国际军火市场？如果不能，中国要不要把这部分市场抓到自己手里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历来战争都会成为军火商的机遇啊！战争样式发生了变化，就会让很多国家产生拥有更先进武器的愿望。而军火商呢，都要借这种机会，通过展示自己的先进装备，告诉潜在客户，自己的新装备能够让客户在对抗中占有优势。比如，俄罗斯当初负责国防工业的一个负责人，就是普京的亲密盟友谢尔盖·切梅佐夫。2015年不就说了吗？中东的冲突局势啊，我不隐瞒，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。冲突越多，他们从我们俄罗斯购买武器的次数就越多。当然，要把武器卖出去，前提是自己的装备在战场上表现足够好。所以现在国外有些媒体已经开始做了些预判，认为俄军装备呢在俄乌战场的表现没有体现出什么先进和优秀，没有看出俄罗斯的武器如何改变和引领战争样式。恐怕未来军火市场上有很多份额俄罗斯会守不住。那么这个判断结论呢可能是对的，但是原因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。其实俄罗斯一直的习惯呢，就是出口武器装备比自己用的同型号装备要落后一些，所以市场上横向比较，经常是和世界最先进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距。比如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特72坦克，性能就比俄罗斯自己用的差很多。但是当年政治格局决定了，有的国家只能买俄罗斯的，所以呢，就算质量差一点，也不影响销量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俄罗斯的政治盟友已经不多。美国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国家制裁力度也变大，这个时候买俄罗斯装备而承担美国制裁，很多惹不起美国的小国来讲，这就不值得。现在敢跟美国死扛去买俄罗斯武器装备的，基本就只剩印度。这种情况下，政治因素占了主导，和性能关系就已经不大了。当然了，俄罗斯有些武器装备落后也是现实，主要呢是体现在信息化方面。你看我们买那个潜艇，买的时候发现它的火控计算机跟冰箱一样大小，而我们自己一更换，无非就是一个小薄版的服务器。这个呢，就是俄罗斯武器的明显短板，也会让俄罗斯的装备显得在这个时代啊没有什么吸引力。而有些特别先进的东西，恐怕俄罗斯也不敢卖出去，这是俄罗斯留着看家用的杀手锏，比如说锆石、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。所以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很有可能丢掉像埃及啊、阿尔及利亚，还有一些中东国家的市场。重点它只能去稳固像印度这样的客户，这种萎缩有可能是个定局。而往后看，俄罗斯如果不能通过国际军火市场用军贸养科研，可能性能落后跟市场萎缩就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呢，它的交易额只占去年全球军火交易的 3.8%。不过呢，原来是有潜力的，因为那订单量占全球 21%， 这个蛋糕应该是足够大的。如果俄罗斯守不住这么一个蛋糕，其他国家肯定要争夺。这时候又是比拼看各自装备性能和政治影响力。首先，美国肯定是希望能够抢大头的，比如现在美国已经要求一些国家把库存的俄罗斯装备交给乌克兰，然后呢腾出仓库换成美国武器。这个理由很充分呢，乌克兰军队很熟悉俄罗斯的装备，所以把这些旧货扔出去呢，乌军也不需要单独的培训。同时还能帮着美国的盟友清库存。另外，法国这些国家也会很积极，因为中东啊、印度啊也是法国装备的老客户，而且呢，法国最近也特别愿意跟美国抢生意。不过，我觉得呢，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亮点，就是中国军工很有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取得突出成绩。装备性能方面，基本上是美国能卖的，中国都能造；先进性上呢，差距已经不大，价格还有优势。而政治层面呢，美国现在真限制不了我们。买中国武器的国家很多，有些是美国还急着拉拢的，比如说沙特、科威特。所以，就算这些国家大张旗鼓买中国装备，美国也对得不起。而过去买俄罗斯武器的很多国家，那么基本上是跟美国关系不好的，美国要抢这些市场也不太容易，反而是中国更方便接替俄罗斯的市场位置。而且，争夺这样一个市场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这关系到中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。如果放任美国用武器装备的市场占有率对别的国家进行拉拢和控制，那才是长远看来对中国很不利的。好，如果俄罗斯的军火
未来在国际市场上占的比例越来越小，中国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